帝拯救3000世界后，身负亿万功德，却意外穿越到了60年代一个小傻子身上。小傻子家很穷，日子还很苦，爹是瘸子娘半瞎，叔叔伯伯嫌拖累，婶子吵着要分家。不过不怕，野兔山鸡送上门，灵芝人参遍地挖。妹妹，你醒了吗？肚肚饿不饿？快起来，大哥喂吃饭。苏幼晴面无表情的扭头看向床边的小男孩。妹妹，我们家要分家了，一会吃过了饭，哥哥带你去山边捡柴回来好不好？苏幼晴从头到尾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不抗拒，眼珠子也只转了一下，看向了对方小手里的那只碗。苏宝成为妹妹的活儿已经做得无比的熟练。妹妹吃完了，我们出发吧，哥哥姐姐弟弟们都在等着我们呢。看，四妹出来了。妹妹睡好了吗？吃饱了吗？头还痛吗？让七哥摸摸。老七，四妹的脑袋肯定不痛了，这都躺了5天了呢，你就放心吧。四妹妹，哥哥姐姐带你去山边玩喽，你高不高兴？大哥，我们能不能顺便去河边抓鱼虾，给四妹妹补补？对，给四妹妹找好吃的。此刻村口几个妇女正在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小傻子没死呀，他还好了呢，命可真大呀。真可怜，也不知道是谁这么狠毒，下手这么重，要砸死这么小的孩子。就是啊，小傻子什么也不懂，谁的心这么狠？老奶奶！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苏家这帮孩子站在不远处盯着他们几个人。其中一个老奶奶从人群中走出来，担心的看着这帮孩子。幼晴没事吧？你们要干嘛去呀？奶奶，幼晴没事，我们要去山边玩去。说完，苏家这帮孩子们往山里面走去。我就是那个小傻子，这开局，这人设。山脚到了，苏宝成不放心自己的妹妹，一遍遍的叮嘱自己手里的小人。妹妹，待会跟着哥哥，记得抓紧哥哥的衣服，知道吗？一旁一直拉着妹妹软乎乎的小手的苏宝石赶紧说：我会看好妹妹的，谁叫我走我都不走。老七，你今天的任务就是看好妹妹，其他的让哥来。我知道，我要靠2个小丁点保护妹妹。来，哥哥告诉你呀，这山里边可不能随便乱走，特别是那里面的深山，可危险可恐怖了。大虫知道不？还有熊瞎子和狼幼，都是吃人的，大人都打不过呢。妹妹你可要听话哦，记住不能往里走，要是你被吃掉了，就再也见不到爹娘和哥哥们了。苏宝石一边小心翼翼地拉着妹妹的手走路，一边小嘴巴巴巴地反复让妹妹记住哪些危险的地方不能去。说的我好像不听话似的。大虫和熊瞎子、狼有什么可怕的？那不过是些小虫子而已。捡完柴后，我们去河里抓鱼虾吧。我妹妹流了那么多血，要多补补。对，四妹妹要多补补身体。鱼汤和蛋都能补，可惜家里没肉，不然吃肉也补身体呢。要是我们能抓到野鸡和兔子就好了，就有肉吃了。走啦，还是赶紧去河边捉鱼虾吧。野鸡和野兔，肉，这东西很难捉吗？正当苏幼晴心里疑惑不已时，一个东西正向自己扑来，栽倒在了离苏幼晴7步远的地上。这倒地的家伙可把苏家的孩子们给惊住，回过神才发现地上躺着的是一只肥肥的野兔。一只野兔？不对，野兔怎么突然倒在这里了？快不要说了，赶紧把它捉住呀！苏宝年快速抓住地上的野兔，把野兔牢牢捆结实，再把野兔往柴里面一塞，把柴捆好。妹妹，你看我们有肉了，晚上给妹妹吃兔腿，好不好？晚上有肉吃了。那我们现在还要不要去河边摸鱼虾？不去了吧，我们已经有野兔了。那就不去了，明天再去。苏宝石牵着苏幼晴一群人向山下走去，突然就听到了身后又传来咕咕叫的声，全都忍不住回过了头。又送菜。苏宝石哒哒哒地奔到野鸡旁，双手将其提起。妹妹，你看这是野鸡呀，太好了，哥哥又捉到了一只野鸡，晚上炖鸡汤给你好好补补。这一波操作都把所有人看愣了，等回过神来就听到了苏宝石说的那番话，小崽子们的眼睛都忍不住亮了。此时的苏家却在闹哄哄。分家，今天不分家也得分，不然就离婚。这样的日子我再也不想过下去了。分，必须分，我也要离婚。反正在苏家都活不下去了，我还要儿子女儿来干什么？你们想死是你们自己的事，我可不想给你们陪葬。此时的苏卫生和苏卫国蹲在墙边，双手抱头，满脸痛苦，随后抬起头，附和着媳妇的话：爹娘，分家吧。是啊，爹娘，就当我们不孝吧。哼，就知道自家男人不逼是不行的，兄弟哪有老婆孩子重要？他三叔三婶，你们也别怪我们狠心，谁让你们家幼晴3天2头的病，本来就费钱了，这次撞破了脑袋，花了家里不少钱。下次呢？下次呢？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他是个傻子，何时是个头？你们也别说我们做伯父伯娘的不仁义，他傻了3年多了，这几年来填进去的钱就算了，可我们不能一家子再继续填进去，孩子们也不小了，上学结婚都要钱，你们3房帮不上忙就算了，只求你们别拖后腿，我们也实在填不起了。苏老头和阮大英面色阴沉，静静地听着两人的数落。强扭的瓜不甜，他三叔也别怪我们当哥嫂的狠心啊，没有我们，
你们也过不了那3年困难时期。现在日子好过了，分家绝对是对得起你们了。说过天去，谁也不敢说我们这些兄嫂无礼。此刻的苏卫军和妻子苏素梅两人缩在门边角落，低着头，面露窘迫。姨娘，儿子和素梅也同意分家，大哥、二哥和小弟他们就不用分了。是我们3房拖累了大家，就把我们3房分出去吧。苏家3兄弟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，黄阿翠、叶大妮、方美美也目瞪口呆，随后脸上露出笑容。算那2口子识趣，不是那种没脸没皮的人。爹娘，你们听到了，老三2口子也同意了，这可不是我们逼他们的，他们是自己知道自个儿的事，拖累了大家就是一块儿死的事。阮大英气得满脸通红，手指着黄阿翠和叶大妮破口大骂：呸！你们真说倒是真好听啊，好像打量谁不知道你们那些见不得人的心思似的。嫌弃老三一家想分家就直说吧，四妹看病是费钱，你们生的那几个就不费钱了。你们结婚早，老三成家前和成家后的那些年也帮你们养过孩子吧？我告诉你们，他们2口子就没一点对不起你们的。娘，您怎么能这么算？这成家早晚又不是我们说了算。阮大英这会儿气得七窍生烟。分家，老头子我同意了，不过不是老三家分出去，而是全都分了，一个也不留。阮大英惊讶地看向苏维明，脱口而出：老头子，我不同意。老婆子，你先听我把话说完，这家人心都散了，再勉强就不是为难他们，而是为难我们自己，为难老三一家子而已。现在他们的怨气都这么大了，日后不就更大？兄弟也不是兄弟，既然他们想分，那就分吧，迟早的事儿。2辈人想法不同，我们也老了，何必落得个埋怨的下场？不止黄阿翠和叶大妮妯娌俩听到自家公爹同意分家的话，忍不住眼睛一亮，就连老四媳妇方美美也高兴地笑了。他们都目光灼灼期待地看着俩老，心里觉得还是公爹思想比较开明。阮大英看着几个媳妇的神情，愤怒地说：分，现在就分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你们不愿意和老三家过，我们2口子是要跟老三家过的。以后我和你爹干不动了，每年你们每家就给我们出养老粮和钱，如果没意见立马分家。不到1个小时，苏家就把家给分好了。此时的苏家的孩子们拉着柴和一只野鸡超引人注意，特别是那只重量不小的野鸡。是啊，野鸡是你们抓的。是啊，才分家呢，这野鸡怎么分？你管人家怎么分鸡呢？我只想知道这野鸡怎么抓，我也想抓一只打打牙祭。雨滴意外穿越到了60年代一个小傻子身上，小傻子不仅有加速蔬菜生长的能力，还可以用神识横扫天下。凌晨5点，当整个村子还在沉睡，而那个被称作傻子的小女娃早已睁开了眼睛。紫气来了！就在那么一小缕的紫气向他而来的时候，苏又晴的神识就扫到了一股一堵，一只火狐和黄鼠狼，一条巨大的蟒蛇，它们正在飞速的朝老苏家冲来。紫气就在那儿，冲啊！别挤我！火狐和黄鼠狼、蟒蛇就到了老苏家的菜园子后面了。3个不速来客刚刚想穿过那矮小的泥巴墙进入苏家，就被一道令他们的灵魂瑟瑟发抖的威压惊得半点不敢动弹。等等，我毛利起来了！谁在说？本我也不为难你们，只要你们不破坏这里的东西，不吓着人，得了紫气就离开。这微细的紫气也可以让你们收取。这几个小家伙倒是机灵，正好用他们挡挡紫气外溢。大仙饶命，我们只是想蹭点仙气。建国后不许成精，我们饿了300年了。火狐和黄鼠狼、蟒蛇都无比的激动，哪可能不答应？赶紧又向老苏家跪拜，在心里连连保证他们一定会听话的。得到了紫气之后，就迅速的离开了。很快，老苏家的女人们早早就得掀起来做早饭、洗衣服，吃完早饭就和男人们一起去上班。后院里传来的熟悉啊，娘呀！方美美和叶大妮都双双一脸期待的连忙追问：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后院的菜是不是又长大了？黄阿翠疯狂点头：那些菜又长大了，长得还是这么好，就是没以前的大。什么？几个人都被黄阿翠的就是弄得有点忐忑，纷纷往后院的菜地走去。方美美和叶大妮的想法竟然和黄阿翠这个大嫂出奇的一致。娘，这真的就像大嫂说的，长得真没以前的大啊。对，娘呀，我真担心以后会越长越慢呀。就算以后还和以前一样，那也是天意，天天净想什么美事呢？光想不劳而获，那你们赶紧离我有多远滚多远。婆婆都生气了，方美美、叶大妮和黄阿翠就不敢吱声了。中午老苏家院子里，突然阮大勇急匆匆走进院子。姐，大勇咋了？是不是家里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姐，我家出事了，小虎和小龙不小心从山上滚下来，摔进了人家设的陷阱里，2个孩子都伤得很严重了，当晚送到公社卫生院，公社卫生院的医生说他们治不了，又连夜送去了县里的医院了。大姐，我没办法了呀，只好厚着脸皮求上门来了。阮大英听完之后身体摇晃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，快点去拿钱。老头子，老三你待会给我和老二、老四去生产队请假，
我和老二、老四马上跟他二舅去县医院。陆素梅回屋拿东西，把糖饼、红糖放进背篓，又取出30块钱交给苏卫军。3房的钱一大半都在这里了，我只留下不到10块给家里防身。阮大英在屋内拿出自己多年积蓄，数钱后拿走130块，留下零头。老苏家一共凑到了205块钱。阮大英背上背篓出发。老阮家真倒霉，孩子真可怜。要不是孩子等着救命，哪舍得把钱借出去，还不知道二舅家以后还不还得上呢。小家伙们，你们能不能告诉我，这山里哪里有灵药可救受重伤、生命垂危的人吗？火狐和蟒蛇、黄鼠狼听了心头一跳，忍不住看了同伴一眼。仙人这是想要天才地宝救人。上仙，我知道深山里有500年和800年的人参，应该能救人。除了人参，也有好几百年的灵芝、天山雪莲、冬虫夏草、黄精。对，仙人这些都可以救人，不过人参效果最好。苏幼晴听3个小家伙的话之后，顿时眼睛一亮，心中一喜。那我能不能请你们帮我取1根人参，只要500年的就好？火狐和黄鼠狼、蟒蛇哪里会不同意？他们能为仙人做事，简直是欣喜若狂，连连答应。仙人等等，我们马上就回去。这个女帝穿越到60年代一个小傻子身上，爹是瘸子，娘半瞎，不过不怕，谁让咱曾是女帝呢？发家致富就亲人。哇，这么大的人参，这根人参能救多少人啊？四妹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是给娘的吗？让娘看看四妹给娘送什么东西。陆素梅看到女儿手中的人参，震惊之余，心情也轻松了许多。这真的是人参，太不可思议了！四妹，这东西你是从哪里找到的？陆素梅紧张地询问女儿人参的来源，手中的人参新鲜得很，一看就是刚挖出来的。苏幼晴歪着头，用小手指向不远处的树林，示意人参是从那里挖来的。四妹，你好厉害，你舅公家的2个表哥们有救了。母女俩刚刚回到院子，苏卫生和黄阿翠已经走到了门口。陆素梅连忙把人给喊住了。大哥大嫂，我也去。什么？他也去？陆素梅的话让大家伙都愣住了。这还是他头一回主动要求出门了。1年到头，陆素梅都不爱去公社，反正她是能尽量不去就不去的。没想到现在竟然要求跟去。陆素梅当然不能说自己要送人参去县医院给婆婆，只好找借口。我想给婆婆带点换洗的衣服，顺道在县医院拿点药。这几个人就匆匆地离开了老苏家，去了医院。陆素梅和其他人赶到县医院，得知孩子又在抢救，心里一紧。娘，孩子的情况怎么样了？情况不太好。娘，四妹从咱家屋后的那个林子里挖到了一个人参，很大个儿，年份应该不小。陆素梅私下告诉阮大英，他们有了1根人参，可以救孩子。说完，陆素梅从兜里把人参掏出来递给阮大英。人参？什么？是四妹挖到的？好大的一根萝卜！不，人参！哎呦，我的四妹有，真的是奶的心肝肉。她还给奶找到了这么好的东西来。老三媳妇，这儿也没你什么事了，你明天就赶紧回去，我不放心四妹。娘，这人参是好东西，我看着不下上100年的样子，您沏个2-3片人参足够给表弟的儿子用了，再拨点人参须泡水给2个孩子喝就行了。阮大英一个人进病房了，把里面的黄阿翠给赶了出去。阮大英去拉阮大勇，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，阮大勇的眼睛就刷的一下亮了。大姐，这是真的？阮大英连连点头。当然是真的，还是他亲自割下来的呢，还能是假的？阮大勇拿到人参后，立马给2个小孙子含上。姐，要不是你，老阮家的天要塌了。含了人参片后的阮小龙和阮小虎的脸色看起来好多，特别是阮小虎的脸色都没那么苍白了，而小龙的呼吸都平稳了许多。天啊，这人参真的是太有效果了。娘舅，既然孩子们没事了，那我们就回去了，可不能给你们再添麻烦了。一片寂静之中，后院那边却隐隐的传来了细微的动静。呀，这是小家伙们给他的谢礼。火狐和黄鼠狼、蟒蛇这会儿都激动的不行，他们今天得到的紫气竟比昨天还要多一些呢。这多一些对他们来说可不得了。建国后妖精不许成精的规定，他们是成不了精的。可得到了紫气的他们似妖非妖，却比妖精更厉害了。很快，3个小家伙就趁着天还黑的时候，赶紧回森林的深处去，留下一地的野兔。很快到了第2天凌晨，方美美眼尖的发现了后院的几个大野兔，惊得她正要发出尖叫，叶大妮用手把方美美的嘴给堵上了。可千万不能叫啊！很快，苏维明和苏卫军父子俩就来到了后院。爹，咱家后院外怎么会有这么多兔子？爹，咱们家的风气真这么好，连野兔都来送菜。被2个儿媳妇追问的苏维明自己也是一脸的懵逼呢。他们问自己，自己问谁？难道真的是自家风水好，祖坟着火？那还真是骗人的。风水真这么好，老三就不会成为瘸子了，从前家里也不会这么穷了。这个女帝穿越成60年代小傻子身上，爹是瘸子娘半瞎，不过不怕，灵芝人参遍地挖，野兔山鸡送上。就在这时，听见动静的苏宝强和苏宝生走了过来。爷，三叔，兔子是主动撞墙死的，我们上学还学过守株待兔呢。
对，爷，我都看见了，咱家后院的墙被撞掉了一些泥呢。啥？手什么兔？老大和老二，那这个兔子明天还来不？是啊，你们说的这个是不是天天都会有？婶婶们想什么美事呢？我们也不知道。你们是想吃肉，还是想拿去换钱？爹，换钱。我去公社打听一下舅家以及娘和兄嫂的情况，顺道给小妹送点青菜吃。此时的苏卫国和苏卫生、黄阿翠和陆素梅从医院回来，没有直接回家，直接去苏小草家了。哥，嫂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陆素梅和黄阿翠讲述了舅舅家2个孩子出事，全都非常的同情和理解。哥，嫂子，家里的鸡和菜还有吗？咱们家的东西太好吃了。他姑，有，家里有的是，娘还说过些天再送过来给你帮忙卖呢。就在这时，陆素梅想起了她的鸡，本来是要给阮二舅他们补身体的，因为拿了人参片又把鸡背回来了。他姑，鸡我今天拎了一只来，你要的话就拿去吧。三嫂，我可不能要你的鸡，明天我替你拿去卖了。你不吃，宁宁也要吃，孩子小的吃点好的。要不这样吧，你明天出去问问半只鸡有没有人要，价格好商量。他姑，你三嫂给你的你就拿着呗，你经常给四妹买东西，你三嫂还能不记着你？第二天早上，苏小草拿着半只鸡来到社长夫人家，社长夫人看到鸡后爽快掏钱拿票。这半只鸡5斤重，您看。好，就这个，烧好送来。等苏小草送完鸡回来，已经吃好饭的几个人赶紧回村了。在路上碰见了苏卫军。弟妹，你看那个人像不像是三弟？是卫军，真是他。卫军，你怎么来了？早上家里的后院墙外不知道怎么撞死了一堆野兔，宝强他们说这是守什么带兔，爹就让我拿到公社去换钱。什么？一堆的野兔？三弟脚腿不方便，弟妹，不如这野兔就交给我和你大哥吧，我们去找小姑帮忙。大嫂，卫军他都辛苦的走到这里来了，还是让他继续给小姑送去吧，正好让他在小姑家休息一下，再扎点腿痛药。大哥，时间真不早了，小姑还等着你们把鸡和菜送过去呢，晚上要是回不来，就得耽误明天上工。弟妹说的对，这里离公社也不远了，三弟的腿脚不方便，确实该休息一下，我们还是赶紧回去把鸡和菜都送来的好。夫妻俩一直在路边休息，直到看不见他们2个的人影。陆素梅给苏卫军说了一下阮家的情况，苏卫军听说2个孩子福大命大捡回命后，顿时就高兴起来。卫军，你的腿脚还痛吗？我给你切片人参含着吧。人参？哪里来的人参？这事儿自己怎么不知道？陆素梅也没隐瞒孩子他爹，把苏幼琴抱着人参给自己的事情说了。苏卫军听说人参是小闺女捡来的之后，就十分骄傲的笑了。他家的四妹妹可乖巧可懂事了，还最顾家。县医院里，阮大英和医生莫明宇在角落交谈。莫明宇一脸急切：婶儿，你们放在孩子嘴里的人参片被我看到了，要是你们有的话，我想跟你们买几片，钱票不是问题。医生同志，这东西也是我找人用大米和鸡换到的，咱也不知道真假，也没敢买太多。婶子，实不相瞒，家中的老人需要这东西吊命，我这才厚着脸皮求上门来的。成，我手里还有4片，你要就都给你。这里有100块钱和粮票、糖票、布票，你看看够不够？啥？4片人参值这么多钱票？同志，我也不知道这东西值不值这个价，你要是觉得给多了，可以少给一点。不多，婶儿，我还给少了呢，这东西的价值大着呢。婶儿，你以后要是再有这样的好东西，可以来找我，家里要是想买东西，也可以来找我。阮小龙从昨天含上人参片开始到现在情况好多了，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。大姐，多亏了你呀！阮大英又给阮大勇塞了80块，阮大勇的眼泪就下来了。寒冬将至，老苏家储备充足，孩子们除了割猪草，还得上山拾柴，为过冬做准备。四姐，你知道哪里有野果吗？我们一起去摘吧。哎，你厉害！此刻，山里一个男人正快速的穿行在路上。就在他离开后的没多久，一只身着绿色的小分队也摸了过来。四姐，快摘！不知不觉，姐妹俩走远，无人察觉他们的离开。就在此时，一个男人目光死死盯着幼琴姐妹。不好！只见男人猛地冲出，一把擒住苏云，大手卡住她喉咙。苏幼琴迈着小短腿走向男人，依次指向苏云与自己。这个小丫头是个小哑巴呀，怪不得了，这个小丫头要和自己手上的小丫头互换，让我劫持她自己。小姑娘有缺呀，难道她就不害怕吗？于是迪克冲苏幼琴招了招手，看着小姑娘走到自己的面前，将苏云像扔垃圾般甩到地上，抓住苏幼琴手腕。苏云瘫倒在地，双眼紧闭晕了过去。感动我的人，你死定了！就在此时，苏幼琴闭眼，金色神识波纹扩散，扫过山林。小家伙，你好，可以帮本地帮我一个忙吗？白狼的心里突然响起一道陌生的细嫩的声音，惊得狼眼舒地睁得大大的。他10年前机缘巧合下才开启了神智，自然听懂了这道声音的主人的意思。可以，
请你帮我保护一个昏过去的小姑娘，她离你不远。好的，仙人。没想到这个仙人让自己帮的忙这么简单。白狼立刻让他的狼群返回自己的地盘，他则赶紧去找苏云。跟我走，不然把你扔进山里喂狼。他有这个想法早点说呀，现在早走远了，这个方向可是……这个小人类竟然不怕自己。师姐，师姐。而此刻，那支追踪迪特的小分队终于找来了。小妹妹，不要怕，我们是军人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的家人呢？师姐，师姐被坏人捉走了，呜呜呜！叔叔帮我救救师姐。小妹妹，那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了？只见那只白狼就倏地挣脱了苏云的怀抱站了起来，他往前走了2步，大脑袋转向了山里的远方。白狼的这个动作，钟逸云他们就知道这头狼知道人在哪里。狗狗，你知道我姐在哪里？狗狗，钟逸云正为小姑娘去留的问题为难了，结果转头小姑娘自己就主动的爬上了白狼的后背上。那可是狼啊，小妹妹。叔叔，我们快去救姐姐！就在此时，那匹白狼就一马当先的窜了出来。走，跟上。四姐，五妹来救你了。此时此刻，苏幼琴正面无表情的看着那个把她捉过来的男人，正在蛇窟惊恐万众的挣扎和哀嚎。不要过来！救命！救命啊！这小丫头根本不是人，她很恐怖，很可怕。敢惹我，付出代价吧！就在此时，苏云、钟逸云领着小分队抵达这处水。师姐，这就是姐姐，这怎么和想象的不一样呢？师姐，我害怕，我捡到了一条狗狗，它好厉害哦，就是它领我们找到你的。狗，五妹妹似乎眼神不太好，谢谢你，作为报酬，下次引紫气的时候，你可以得到一丝。紫气啊，我本来都放弃了成精的想法了，只求自己能活得更久一点而已。但是现在有了紫气就不一样了，它也许能打破规矩而成精。谢上仙，发生了什么？